大家好，今天继续昨天的编程，今天介绍电阻。我们用这个电阻来编程吧。我们商机进去之后，在这个地方，这个是电阻。如果是电容，我们选择电容；如果是三极管，我们选择三极管。如果是不同的，你就选择不同的。然后我们把组件的料号复制进去，复制到元件库中，然后新建一个窗口。进来之后，我们就往下做，在这边，这个是元件类型，这个里面有不同的类型。我们刚开始要选择定位，选择一个定位，我错了，我们刚开始要选择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一个，它不是算法，我们不管它是否 NG， 它只是一个采集图像，一个采集图像的窗口而已，所以这个我们是不管它。然后我们再新建一个窗口，这个窗口我们一般是用来定位的，作为标准的定位，一般是选择焊盘不良，我们选择这个。然后这个之前也介绍过了，光源，这个是 RGB 光源，这个是白光，今天我就不讲了，上个视频已经讲过了。然后这个是坐标 XY 坐标，我来演示一下这个 XY 坐标是什么意思啊？我把这个框挪开，你发现没有？这个黄色框就是 CAD 坐标，这个黄色框就是外面的 CAD 坐标。然后这个框就是这个算法的，这个框就是我刚刚挪开的。我点 X 对齐，意思是这个框与外面的 CAD 坐标框 X 方向对齐。我演示一下，这个是 X 方向已经对齐了，这个是外面的框，黄色是外面的框，然后这是 Y 方向对齐，我们点击一下它，好，它就跟 CAD 框是重合了，跟黄色框是重合在一起了。然后继续下面介绍，这个是不同的环境模拟，为什么需要这个呢？这个是为了更好的
去抽取这个颜色，识别这个影像。你看什么影像更直观，对比度更明显，更容易查找到，我们就用哪个影像。你看这里有不同的影像，红光、双击这个，双击这个，再双击一下，就是另外一种颜色。这种就是用户自定义颜色，里面是有红、绿、蓝，它们是3种参数，你可以不同的去设置它。我现在设置2，你看这个画面就变化了。我设置1，画面又变化了。就是你自由的去搭配，你看哪种颜色亮度差异最明显，你就用哪种。你看，可以自己调配。是这个目的，就是让像这种湿印，这种2极光的湿印更明显，让后面的判定者一眼就能知道这个组件是否正确。我假设我现在要看这个湿印，我用什么光源对比度最明显，或者是这个湿印用什么光源效果最清晰。现在这个3极光湿印是非常模糊的，我们换一下，这个效果不好，这个效果也不好，这个效果也不好，我们再切换一下。这种大概就是这些光源了，里面有很多种，你可以自由的搭配。这是预设的，你可以用用户自定义的。因为这个 IC 放了好久了，这个 PCB 板放了好久了，已经氧化了，所以现在的湿印是不清晰的。好，我们继续讲下一个。下个，这个是调用向量，意思是我们要追踪一个目标点，追踪哪个目标点呢？这里面有1到8，1到8个追踪点。这个追踪点的意思，假设这个电阻在这里，我往前面移动一下，它根据这个追踪点也同时往前面移动。我往右移动，
它根据相同的追踪点也同时往右移动，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下次我会介绍这个。好，我们现在开始做算法。我们一般用这个算法，用这个算法来制作。好，我们框住这个窗口，框住跟它刚刚好。框住之后，点击取模板，然后拉大。好，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其实不能拉那么大，那这么大就够了，因为旁边也有相同的物料，它很容易把旁边的这个定组作为目标点去追踪，所以我们不需要拿那么大，我们拿这么小就够了。然后 X Y 对齐，这里就是一个范围，我们把下限设低一点，设个50%。好，这个就完成了。做这个算法的主要目的就是给后面的算法检测项目来进行定位。做这个算法的主要目的就是给后面检测虚焊、检测电阻的偏移量、检测缺件来进行定位的。所以这个参数我们可以设置为0。但是最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输出一个向量，设出一个标记点，让其他的算法来跟踪它的坐标位置。我设置1跟踪点，标记点，我设为1为标记点。那么其他后面的检测电阻偏移量，我们就要从这边调用刚刚的这个标记点，我们要追踪这个目标点1。好，我们现在演示一下。这个做完之后，我们开始要做这个电阻。我们新建一个窗口，我们这里要选择本体不良，这个要选择这个本体不良，然后我们选择这个算法，选择这个算法。这个算法怎么做呢？我们把这个框先拉大来，
然后识别这个特征点，红色，在这里双击拉下来，然后拉动粉红色，往右拉，然后去掉不需要的粉色。为什么要拉大呢？就是更好的检测你的颜色的选择是否正确。我们现在是选择这个2个电极，这个电阻的2端电极，检测我们的颜色是否选中了。大概这个样子就好了。然后我们缩回去，缩范围跟这个电阻的尺寸相同大小。如果把它移动一下，移动到跟这个尺寸，这个电阻尺寸重合。如果你不好看的话，我们把这个颜色去掉，我们直接这样就很清晰了。我们直接缩小，缩小跟它相同的尺寸。大概这个尺寸之后，跟它一样的尺寸之后，我们点击取窗口，然后拉大，然后这里输入2，我们还是打开这个颜色。这里的2的意思代表里面有2个这个电极，如果有3个你输入3，如果有4个你就输入4，因为这里面就2个，1个、2个，那我们就输入2，一致性输入1。好，它会自动抓取。这个一定要注意，是选择2，如果是3的话，这里还有一个，那就选择3。如果只有一个整体，我们就选择1，选择1个就好了。然后在这个位置，它会提示它的偏移量，我们给一个范围，我们允许它的偏，它的偏移量的计算结果是怎么来的？是根据这个 CD 坐标，我们可以把它居中来，居中。然后输入范围 ，X 允许范围假设是200 0.2毫米，也可以设成300 0.3的毫米，这个是微米单位。Y 方向也是0.3毫米。
我们点击它，它就 OK 了。里面还有个角度允许，我们暂时先不管它。这个做好了，这是检测这个电阻。如果这个电阻向 X 方向移动了，超出了 0.3， 它就显示 NG。如果向 Y 方向超过了 0.3 毫米，它也是显示 NG。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电阻贴装有角度，它也是显示 NG。我设置为3度。3度，意思是如果这个组装角度超过3度，它也会报 NG。然后我们给它一个向量，给一个标记点，给别人一个标记点。刚刚前面那个已经给了1号标记点，我们现在要给2号标记点，输出2号标记点。输出2号标记点的作用是让其他的算法跟踪这个标记点的坐标位置进行移动。如果这个电阻往上面移动，那其他的算法会根据这个2号标记点，同时也是往上面移动。如果它输出3号标记点，那其他的下面这些算法也会根据3号的标记点，按照相同的方向进行移动。我现在输出2号标记点，但是我调用的是1号标记点，我追踪这个标记点，这个焊盘的标记点。假设这里没有电阻，这里有电阻，这里有电阻，因为它输出的是1号标记点，那么这个算法它会根据1号输出的标记点来跟踪这个电阻。大概是这个意思。好，我们软体已经做好了，我们继续做虚焊，新建一个窗口，然后我们选择虚焊，这个它现在是 NG 的，算法就用这个算法。我们要检测它的
虚汉，我们要把这个框缩小一点，大概这么，不是，我们先要拉大来，把这个汉熙颜色抽出来。这个汉熙是蓝色的，我们要选中蓝色，然后往这边移动，然后它的亮度是比较暗，我们就要往右边移动一点。但是它虚汉的颜色是蓝白色，那我们的亮度不能太高。它虚汉的颜色一般是这种蓝白色，所以不能有粉红色。我们拉大看一下，这种，所以我们不能有白色。把这个蓝白色去掉，我们切换颜色看一下，这个就是去掉的颜色，因为它虚汉了就是这种颜色，我们不能包含有这种颜色。虚汉的也是这种颜色，我们也要把它去掉。我们看一下去掉没有？这个去掉了已经。所以现在我们把它缩小了。好，缩小这么大。然后放在哪里呢？我们放在这个位置。要这个虚汉检测框要跟着这个电阻走，电阻往前面移动，我们这个检测框也要跟着往前面移动。这个就是最终标记点的意思。如果这个电阻往右边移动，这个检测框也要跟着往右边移动。这个检测框一定要跟着这个本体走，跟着这个电阻走。所以我们要在这里选择调用向量2，我们查找这个标记点2，因为这个刚刚这个本体是输出了2，所以这个检测框要跟着这个2的方向坐标移动。我们进行 x 对称 ，x 除 x 移动，好，然后我们复制这个检测算法 ，y 方向复制，就是 y 的方向复制，好，它也复制出来了，这是对称的。这两个检测虚汉的检测窗口已经做好了，但是这个还没有，因为这个焊接点已经变成黑色，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亮度要往下再移动一点。好，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因为这个参数已经修改完成了，但是这个没有完成，我们把它删掉，删除它，然后再复制 copy y 方向对称。好，这个两个参数是相同的。这个参数35有点低了，我们至少要设个45%左右，45%左右。我们把这个删掉，
然后 y 方向对称。好，这两个算法就是相同的，这两个算法就是相同的了。然后我们再做一个这个电阻缺键的算法，我们再新建一个窗口，选择电阻缺键，这个也是用 scale 算法来。我们颜色是怎么抽呢？当这个位置没有电阻时候，它是不是没有这个黑色的？是没有这个黑色的，所以我们抽这个电阻的颜色，我们只抽这个电阻的颜色，因为当电阻没有组装，这里就没有电阻的颜色，我们把它拉大来，然后电阻是深黑色，我们拉大来，然后把这个亮度往右边移动，好了，大概就是这样子。你看电阻的颜色都选择出来了，然后这个 PCB 板的颜色是没有选择出来。验色亮度调整完成之后，我们缩小窗口，缩小，要拉大一点。我们把这个窗口要拉大一点，然后点击它，现在是93%，因为测电阻这个值要大一点，我们不能给低于35%，我们至少要65%。测这个缺键下限参数要给大一点，然后它的向量是跟着谁呢？是跟着第一个焊盘，根据这个焊盘的方向走，所以我们要选择1，要根据这个来走，因为这个是输出向量1，所以我们在这个缺键时候也要调用向量1，然后 x y 对称。做完这个之后，我们是不是还要检测这个电阻它有没有正确，就是有没有是相同的料号？如果贴的是其他的电阻，那也是不正确的，所以我们要检测它贴装的电阻是否正确，我们要用一个算法来检测它。我们再新建一个窗口，用来检测这个电阻是否是正确的。假设这个电阻是 A 电阻，结果你贴装的是 B 电阻，那么这个是贴装错误。所以我们要用一个算法把它检测出来，我们一般叫做错键或者是极反
我们选择这个算法这个名字，然后算法呢，我们用OSVB 这个算法来检测它。那看呢，现在是 NG 的。为了更好的让这个软件识别，我们选择这个光源，看哪个光源好。我们双击，这个光源不是很好，这个光源还可以，但是也不是感觉不是很好。这个光源好一点，那我们就用这个光源。选出这个框之后，我们把它缩小了，缩小这个框。然后在这里取窗口，然后拉大，这样就可以了。然后至于这个参数下限，我们给到50%，大概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只检测这个标记点，这个 logo。当不是这个 logo 的时候，这里就报 NG。这里是允许反向还是不允许方向反？我们点击是 Yes， 可以方向反。如果是测那种 BGA QFN， 那么就要选择 No， 因为它是电阻，可以方向组中反了，所以我们这里选择 Yes。这个我们要调用2号标记点，我们要跟着这个电阻的坐标进行移动，所以我们要选择2号，然后 XY 重合。好的，这个大概这个电阻已经做好了，我们点击更新，更新软件库。你看这个图标作为参考图片，我们点击更新，然后保存。是的，这里相同的店主名称都全部已经做好了，只要是相同名称的店主就全部做好了。我们把这个框把它缩小一点。这里没有跟着变化，我们只需要进去，然后更新一下，然后退出来，好，所有的就有变化了。店主这个算法我们已经完成教学，我们来测试一下它有没有问题。点击运行，检测 PCB 板。好，这里它是有
有红色的就代表有问题。我们上机进去看一下，那这里显示 NG， 这里的颜色是深黑色，而我们设定的亮度是没有达到的。我们往这边挪一下，大概就这个样子就 OK 了。为了防止其他的不良，我们把这个删除，把它复制 Y 方向。好，我们再更新一下，这个元件库，然后保存。我们现在这个是用来检测结果，我们点击它，当它检测完成之后有问题，它会直接显示出来，就是通过这个按键，只要我们打开它，检测 PCB 结果，它不是以这种红色标记出来，它直接是一个窗口弹出来。我们再试一下检测板，你看它就以这个窗口弹出来，这里有不良的，在这个位置，但是这个是正确的，是我们的参数没有设置准确，所以我们进去点击，然后编辑元件，是什么问题呢？是这个元件本体，它已经超过了3度，所以是错了。我们要给多一点，要给个4度或者5度。你看，它现在就 OK 了。我们再更新一下元件库，保存退出。如果是相同问题的，它直接显示 OK。如果不是相同问题，它会以这样显示，没有完成。我们继续编辑。这个是什么不良？你看这个是方向反了，这个是028，这个是820，方向贴反了，所以它报警。我们为了，但是这个是正确的，那我们可以重新做一个复制，把它复制出来，然后把这2个合并，任何一项只要有一个算法检测 OK， 那代表这个是没问题的。我们选这个修改一下，我们把它缩小来。我们也可以用在这个上面，不一定放在这里，我们放这边也可以，只是用来取它的图像而已，所以也没关系。我们放这里来取图像。框好之后点取窗口，然后拉大，但是它在这个位置，实际是在这里，我们就要 XY 对齐，X 对齐，它就过来了。但是 Y 是没有对齐的，我们点 Y 对齐，
它就对齐过来了。你看，任何这2项有一项是 OK， 那这个算法是没问题的，对吧？这个是 NG， 但是这个是 OK， 也是没问题的。输出项也是1。好，我们就做完成了，我们直接更新元件库，然后保存，所有文件都已经检测完成了。我们再检测一下 ，OK。现在这个电阻已经完成，谢谢大家。